公，没事的，我们把现场清理干净就好了。回来。孙小月，我今天就要杀了你！今天就要杀了你！杀了你就是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有人帮你顶罪，不好吗？文丽大夫，你说。林家，你怀疑我出轨孙小月，你跟踪我接近她，用毒药毒死我们的孩子，是不是？你逼着孙小月对你出手，你让我在你们俩之间2选1，你逼着我让我杀了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那是我的孩子。没错。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，但是我这么做，不过是想捍卫我们2个人的婚姻而已。我有什么错呢？我杀了孙小月，我刚才杀了孙小月，我现在是杀人凶手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杀人凶手，是刘一闪杀的。你干净太蠢呐！万一找到我怎么办？我问你怎么办？我们把现场处理的那么干净，不会的，他们任何线索都找不到。哪怕万一警察找到我们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承担一切后果的。如果要坐牢，我去。你去？你怎么去？我问你，你下周就飞美国了，你怎么去？我是要去美国，我是准备去做手术。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宝宝了。原来一切都是天意，绝不都是因为代孕，绝不都是因为那个代孕妈妈起了坏心思。我本来只是想跟郭长顺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我只是希望我可以过1家3口的幸福生活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的老公居然要为了他离开我，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林佳，你触犯了伤害罪和教唆杀人罪，属于情节十分严重、影响极其恶劣的，你有可能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甚至是死刑。但你现在有权保持缄默。我认，我全部都认。但是你们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女的，她死有余辜。
林佳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是你误会了他们。你的丈夫和孙小月没有情感关系，但孙小月确实对胎儿产生了情感，违反了所谓的代孕契约，所以她打算和男友逃离这座城市。这些证据证词，足够证明我以上说的话。难道我真的错了？即便你是犯罪嫌疑人，你也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我把这些都告诉你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带着恨意继续之后的生活。明天见。走。郭长顺全招了，自首招供，这认得也太快了。这叫做贼心虚。再说了，证据齐全，他藏都藏不住。海儿妈，这光天化日下要劫犯呢。少说句话不会死吧？这个人是谁啊？郭长顺的妻子林佳，一家制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，今天刚下飞机就提出来要来见郭长顺。赵队已经问过他了，跟郭长顺的证词对得上。我倒是有个问题，林女士，方便再问您一个问题吗？请问吧。孙小月离开保胎房之后，这几天几乎没了音讯。您为什么不问一下您的丈夫呢？我做了一个噩梦。什么？我梦见孙小月和孩子都被我丈夫推下了山崖。我怕噩梦是真的，所以不敢问。对不起，我有点累了。各位，今晚我请客啊！我请客，不许迟到，不许早退啊！不许帮我省钱。你们怎么也在？把门关上。有话直说。DNA 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孩子是郭长顺的。玄关上的毛发还有 DNA 是郭长顺的吗？不是。郭长顺说他在客厅杀死了孙小月，可客厅玄关上的毛发还有血迹又是谁的？林大神探，问你呢？对哦，怎么忘了这事呢？既不是郭长顺，又不是孙小月、刘玉山的，这难道案发现场还有第4个人？很有可能。但是杀死孙小月的凶手确实是郭长顺，这个没错吧？现在所有的物证都指向郭长顺，而且他有行凶的动机。杀人者是郭长顺，抛尸者是刘玉山，这个也已经确定了。但是现场这第4人没有查清楚，这个案子就不算完啊。刚才我们看见了郭长顺的妻子林佳，您帮我回忆一下，她是不是有什么异常啊？他的额头上有一道还没愈合好的伤疤，从伤口的愈合程度上来看，应该是在1个月前形成的，也就和孙小月的死亡时间差不多。伤得不重，这会不会太巧合了一些？你是怀疑林佳也去过案发现场吗？哎，我有个科学性的问题啊，如果这个林佳跟我妈似的，天天把胶原蛋白当饭吃，会不会影响那个伤口愈合时间？胶原蛋白属于不完全蛋白，对人的身体无特殊意义，对皮肤也无特殊意义。被人消化之后会转化成营养，均匀分布。我们平时吃的食物里面都有，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。那我妈的钱不白花了？补充营养总归是好事儿吧？
如果检验结果证明是林家的，那么至少可以证明林家去过案发现场。难道是夫妻同谋杀了孙小月？但是很奇怪，如果是林家，那么在我们控制住郭长顺之后，他应该计划逃跑才是。对呀，他还特意从国外飞回来找郭长顺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我们还是先核对死者家玄关上的血迹和毛发与林家的 DNA 是否匹配。如果是一致的话，那至少可以证明案发当晚林家也在场。我们可以请林家过来配合调查，这段时间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控林家，不让他离开龙帆市。但是怀疑林家跟这个案件有关系，我们就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，我们不能打无准备之仗。现场勘查的同事已经查过了，这里就是郭长顺安排的安胎房。这个是年租房，我们到现在都没动过。你为什么想到来这里搜查？死者和嫌疑人居住过的地方很有可能会补充物证证据链，有人的地方就会留下痕迹。开始吧。嗯。怎么了？不就个摆件吗？喏，我去，针孔摄像头，难道是郭长顺为了监视孙小月安的？这老小子没交代干净啊！可是他的手表上已经安装了定位监控，而且他大量时间都在这里陪着孙小月，没必要多此一举安装个监控来监控自己吧？除非有人借着出入方便安装摄像头图谋不轨。那这交给你，我立刻去查走廊监控。老王，协助我们调查一下监控呗。好，那个监控正好那天坏了，视频可能没留下来。我没说查哪一天啊，你怎么知道视频没留下来？公寓管理员王丽后来承认，郭长顺为孙小月安置好养胎公寓后，林家便找上了他，并出高价让他在养胎公寓当中安装针孔摄像头。技侦的同事已经破解了云端服务器，保存了所有偷拍的视频，并通过 IP 地址确认了接收视频的手机确实为林家所有。林家无法怀孕，可能是她心里会有一种自卑感或者是不安全感，尤其是看到了郭长顺和孙小月之间存在着亲密行为，她可能会怀疑郭长顺和孙小月存在婚外恋。所以林家是偷窥到自己的丈夫可能对黛玉妈妈动了私情，我怎么觉得还是不对啊？那林家应该对郭长顺下手吧？如果案件都是用想的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悬案了。案件需要物证来佐证。哦，对，说到物证啊，林涛在郭长顺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款保胎药，这个药物有中药成分。孙小月取卵，身体受损，我猜郭长顺会不会用药物来给她补充身体？结果这个监控视频证实了我的猜想。可这个视频我看过呀，这能代表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我们陷入了一个思维误区。因为这两个纸片胎呢，我们把勘验重点放在了减胎术还有氯化钾身上，但从来没有考虑过男胎身上是否存在药物成分。我有一个黑暗的猜测，但要等证据链闭环之后，我再给大家说清楚吧。希望真相不是我想的那样。进。你好，林佳女士。这是搜查证，关于孙小月一案，我们想请您配合一下，回局里接受一下调查。
林佳女士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胎儿的病理鉴定意见书和药物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有妈宝乐的成分吗？没有，但在胎儿的体内发现一些草本植物的成分。草本植物。市技术员应该会建议去做毒物检验了。这是毒物检测报告，您看一下。红花、丹皮、龟尾、麝香，这些不都是活血化瘀的中医药材吗？这些也是传统中医打胎的必备药物。中药呢，不同于西药，只需要控制剂量，服用者未必能察觉到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以极小的药量，但是靠药物的累积达到药效？没错，通过人体的代谢累积，毒性会缓慢发作。凶手这招可真够狠的，这不就是温水煮青蛙吗？所以，林家用打胎药替换了妈宝乐，郭长顺呢，一直以为给孙小月吃的是营养药，而孙小月其实吃的是打胎药。承认了，就是那管理员王雷。我把这检验报告往他那儿一拍，全承认了，说是在林家的授意下给孙小月换了药。那家伙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要是没有这个证据，这些秘密还不烂在心里头。哼！所以你要记住了，要相信物证，不要轻易相信嘴巴。无法怀孕的林家用换药的方式杀死了郭长顺和孙小月的孩子，以此来断了郭长顺的念头。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黑暗的猜想？嗯。但是为什么后来就会演变成郭长顺杀了孙小月呢？主任 ，DNA 检测的结果出来了，玄关上的毛发浅血属于林家无误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份检测跟那个毒物报告，我们去问一下当事人怎么说吧。在孙小月家玄关，我们发现了你的头发和血迹。你去过孙小月家吧？你通过手机，利用针孔摄像头监视着郭长顺和孕母的生活。王雷已经交代了，我想你现在的手机里面，应该还有这些视频。这是孙小月胎儿的毒物检验报告，王雷已经承认，在你的指使下，用打胎药换了保胎药妈宝乐，造成了胎儿的死亡。那又怎样？林佳，你杀了一个尚未出生的胎儿，这是个生命啊！如果杀死胎儿也算犯罪的话，那做人流的医生岂不都是杀人犯了？我警告你啊，林佳，别太嚣张啊！我说错了吗？胎儿如果没有出生，就不算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。那么依照我们国家的法律，别提杀人了，连犯罪都算不上吧？你早就料到你会出现在这里，所以你想好了所有问题的应对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胎儿在母体里，你伤害了胎儿，就等于伤害了母体。林佳，你涉嫌触犯故意伤害罪。我还要重复多少次啊？我说过了，那又怎样？我想请二位警官分清主次。孙小月的人是郭长顺杀的。至于对母体的伤害，我想请问，你们有具体检测到我换的药对母体造成了什么伤害吗？没有。那我也就没有犯罪，对吧？岂有此理！这女的也太嚣张了吧！所以他承认杀死了孙小月的胎儿，但是他不承认和孙小月当晚遇害有关。是啊，他肯定隐瞒了什么事儿。本来我以为抓到凶手郭长顺，这个案子就结了，现在看来，里面还有大事儿。
现在真正知道真相的，应该只有2个人。这个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可为什么郭长顺不愿意供出林家呢？有没有可能，郭长顺根本不知道林家杀死了胎儿，不然他早就和林家反目成仇，更不会包庇他了。我看未必。郭长顺求子心切，把孩子看作命根子。你们还记得林家见到郭长顺的那一天吗？林家见到郭长顺的时候，不自然地用手摸了一下肚子。当时我并没在意，现在想起来，这会不会是一种信号？他想要告诉郭长顺，我现在怀上了孩子，你放心。林家不是不孕吗？那如果这是林家给郭长顺设计的一个骗局呢？代孕妈妈生下的孩子不可依旧，而我现在怀上了孩子，为了孩子你要保住我，这会不会是林家的思路？所以，我们得先让郭长顺知道林家的真面目，从而让郭长顺说出真相。我们可以先从林家入手，我可以申请帮他做一个怀孕检查。我就和李队汇报。哎，我也是刑警啊！喂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大传一次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的律师了！我要告你们！我要告到你们连警察也做不了！孙小月肚子里的孩子是被林家换药毒死的。这事儿我看你并不惊讶。人都没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这份报告应该眼熟吧？是你妻子林家在美国做的子宫修复受孕报告。是。他跟我说过，他认识一个美国医生，可以用高科技的方法让她怀孕。可实际上，我们在林家电脑里面找到了被删除的邮件，里面有林家收买医生做的伪证。林家没有怀孕，那个证书是假的，只不过是他用来欺骗你的道具而已。我要见林家，我现在要见林家。你见不了了，他涉嫌案情已经被我们给收押了。在孙小月家中，我们发现了林家的头发和血迹，这说明案发当晚他也在场。事到如今，我劝你好好想一想，包庇林家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？你们要的，都在那块手表里。被删除录音已经修复好了，让我看一下。林家，你怀疑我出轨孙小月，你跟踪我接近她，有毒要毒死我们的孩子，是不是？你逼着孙小月对你出手，让我在你们俩之间2选1，你逼着我让我杀了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啊？那是我的孩子！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。林家，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教唆杀人。如果你还是……我老公已经没有了，家也没了，我的人生完了，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可能实际上我自己内心也在盼着这一天吧。都赶紧结束吧。跟我们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老公跟那个代孕妈妈的感情，我每天都看在眼里。你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吗？今天怎么样我虽然失去了生育的能力，
但是我没有失去爱和恨的能力，我不能让他们这样戏弄我的人生。Dr. Jonathan, this is Karen Lee. Do you remember me? I need to ask you for a favor. 宝贝啊，妈妈有点不舒服，能不能不在妈妈肚子里折腾了？之后，我就开始了报复计划的第2步。我最大的抓手，却是孙小月完全不知道我是谁。啊，谢谢。先坐一会儿吧。喝口水。谢谢。按理说，到了你这样的阶段，不会有这么大的妊娠反应。我学过医的，要不要帮你看看？你是医生啊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这个反应有点大。你住在这儿吗？哦，我自己不住这儿，但是我家离得特别近，而且有一个朋友在这儿，我会经常来的。我叫林佳。啊，我叫小月，孙小月。在取得了他的信任之后，我就逐渐的掌握了他行动和饮食的规律，这样就给管理员老王制造了下药的机会。我本来真的想得很简单，我想，要是我处理掉他肚子里的孩子，然后再让郭长生相信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他就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。佳姐，你结婚了吗？怎么突然这样问？啊，嗨，我就看你手上有结婚戒指的印子。我跟他在一起快20年了，但是他爱上别人了，那个女的还怀了他的孩子。天哪，佳姐，你太可怜了。你是不是特别恨你老公啊？哎，小月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报复他们？我觉得是挺过分的，不能随便放过他们。对，不能放过。这时候天好，要出来走走吧？对，因为我在家里。咱们下午去逛逛吧。好啊。你说这幸福是什么呀？我就觉得，能跟心爱的人平平淡淡过一辈子，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那你心爱的人是谁呀？当然是孩子他爸了。佳姐，明儿我跟孩子他爸就要离开这儿了。我们不打算在这儿生活了，可能以后都见不到你了。不过我会想你的。孙小月所说的父亲，你觉得指的是谁？当然是郭长生。跟我们说一下案发情况吧。
贝啊，妈妈真的好爱你啊。可是今天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你的胎心有点不对劲，妈妈好担心啊。是不是马上见到爸爸？有点激动啊？唉，别着急啊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妈妈、爸爸，还有你，我们会去到另外一个城市，重新生活。我们一家人再也不会分开了，好吗？佳姐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我想你了，想来看看你。你最爱的芒果布丁。先进来吧。真好吃。佳姐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芒果布丁啊？我记得我都没跟你说过。郭长顺不是经常给你买吗？郭长顺，你怎么认识郭长顺啊？小月，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一定要好好惩罚我的老公，还有那个小三。我今天就是想按照你的意思，把这件事办了。郭长顺是你老公？别打了，打也没有用啊。要是郭长顺知道了你肚子里是个死胎，他还会爱你吗？还会跟你远走高飞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一时忘记告诉你了，你的安胎药其实都被我换成了毒药了，加上你刚才吃的那些，你肚子里的胎儿应该没有心跳了吧？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你作为一个妈妈，肚子里的孩子心率一直有问题，你感觉不到呀？太可怕了！多可怕！我不会让你和你肚子里的东西毁了我的婚姻。你凭什么？你真的以为我会没有准备好就过来吗？老婆，老婆，小月，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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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好，怎么了？你问我怎么了？你就为了一个那样的女人，要抛弃我吗？你说什么呢你？今天我和他之间，你必须选一个。我选什么呀？我都糊涂了，你跑这儿干嘛来了你？走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走，去医院。走，起来。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。什么意思呀？如果你是教授，
我是制药工程师。那个女人，她是个陪酒小姐，她就是个疯子。你看她，她已经把我弄成这样了。没事。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代孕还是违法的，他一定会去警察局告发我们的，他还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发布到网上，他会把我们都毁掉走。他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，没关系的，不够，我也可以生，我可以给你生一个属于我们2个人的宝宝。你不能让我毁了我们2个人的未来！不敢。小月，快，小月，别动！放开我！小月，左辉呀，放我！都结束了。老公，没事的，我们把现场清理干净就好了。回来。孙小月，我今天就要杀了你！今天就要杀了你！杀了你就是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有人帮你顶罪，不好吗？文丽大夫，你说。林家，你怀疑我出轨孙小月，你跟踪我接近她，用毒药毒死我们的孩子，是不是？你逼着孙小月对你出手，你让我在你们俩之间2选1，你逼着我让我杀了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那是我的孩子。没错。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，但是我这么做，不过是想捍卫我们2个人的婚姻而已。我有什么错呢？我杀了孙小月，我刚才杀了孙小月，我现在是杀人凶手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杀人凶手，是刘玉珊杀的。
你胆子太蠢呐！万一找到我怎么办？我问你怎么办？我们把现场处理的那么干净，不会的，他们任何线索都找不到。哪怕万一警察找到我们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会承担一切后果的。如果要坐牢，我去。你去？你怎么去？我问你，你下周就飞美国了，你怎么去？我是要去美国，我是准备去做手术。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宝宝了。原来一切都是天意，全部都是因为黛玉，全部都是因为那个黛玉妈妈起了坏心思。我本来只是想跟郭长顺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我只是希望我可以过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的老公居然要为了她离开我，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林佳，你触犯了伤害罪和教唆杀人罪，属于情节十分严重、影响极其恶劣的，你有可能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，甚至是死刑。但你现在有权保持缄默。我认，我全部都认。但是你们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女的，她死有余辜。林佳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是你误会了他们。你的丈夫和孙小月没有情感关系，但孙小月确实对胎儿产生了情感，违反了所谓的代孕契约，所以她打算和男友逃离这座城市。这些证据证词，足够证明我以上说的话。难道我真的错了？即便你是犯罪嫌疑人，你也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我把这些都告诉你，我只希望你不要带着恨意继续之后的生活。明天见。走，咱们先走。他们俩跟我过来啊。出去上厕所。证据链闭环，案件告破，只可惜2个追求幸福的家庭，却因为非法代孕家破人亡。最可怜的是那3个还没有出生的胎儿，还没来到人世就丢了性命。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单单的伦理问题，杀胎应该得到更严厉的法律制裁。郭长顺故意杀人罪，刘玉山弃尸罪，林佳也逃脱不了伤害罪和教唆杀人罪。没想到第1起案件就让人记忆深刻。唉，不说案情了。林涛说这是他第1次办案成功，所以家里给他办了庆功。走吧。上车吧。结案了，3见你的时候也到了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大家都说要给你送别，特别是林涛，他说他接你来的就要送你走。其实我觉得龙潘市真的还挺有趣的。那你来龙帆市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寻找失去的东西。那你找到了吗？等找到以后再告诉你。那可是你说的。
说这是不是你最后一次载我啊？做任何事情都要当做是最后一次。算了，如果你实在不想说为什么的话，那就算了。那我可以扶你吗？不可以。但如果你怕摔，可以拉着我的衣角。我进来了。走了？怎么连再见都不说一句？一点家教都没有。不要让我再看到他，看我怎么教育他。十一表姐居然有这么感性的一面，仪容仪表都不在乎了。女人需要的是陪伴，而不是千言万语的安慰。十一表姐，我理解。啊？你不会是因为这个面拉鼓的吧？那不然呢？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秦明的事在难过呢。你有病吧？我因为那个没义气的人哭什么呀？他还不如这碗面呢。就是，那个不讲义气的家伙，说走就走的。他这个人啊，虽然有点才华，也有点能力，但人品太差了。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应该在记忆里给他画一个叉，彻底忘掉他。说实话，我也挺生气的，但就是忘不掉啊，就感觉刻在我心里头去了。哎，如果他在的话，我跟他这个组合，那岂不是天下无敌？哎，你被发来的链接。我是丽丽主播，没认出来啊？给你看，这是我烧好的炭盆。我的窗也是封好的，还有门也封上了。哎，这是直播，你们赶紧找到这女孩在哪儿，赶紧赶过去，不然很容易出事儿。快呀！好。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，
活着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我永远没有办法改变他对我的看法，他也不愿意给我第二次机会。没有人能救我，可能只有我死了，才能得到真的快乐吧。快，把窗户打开，后面拿走。说说这位主播的情况。弹幕里面有爆料人爆料说，直播中的这个女孩子有可能被自己的父亲性侵过。你是谁？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！这明显就是在带节奏。但这个人知道主播姓刘，就说明他们可能认识。对呀，而且这个主播他自己也回复了，说你怎么知道我姓什么？这反而加重了爆料人爆料的可信度，才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猜测。我觉得吧，这个小马甲就是落井下石，居心不良。这个人我们在查，阿法医，现场情况如何？从自杀的角度上来说，他确实是不太专业。作秀？不，一氧化碳与血红蛋白的结合是氧气的50倍。烧炭自杀的痛苦是在于吸入的氧气无法与血红蛋白结合，导致无法运输到各个脏器，从而出现内窒息。临死前呢，会非常痛苦。即便死不了，严重中毒者也会因为进入高压氧舱后而形成的脑部缺氧丧失意志。所以即使死不了，也要活受罪呗。和缺氧的后遗症类似，主要是器官衰竭还有心脏损伤。不过呀，他确实是挺不专业的，但他确实也是一心求死，好在解救的比较及时。秦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过来报道的。别开玩笑了，我们哪来的编制啊？你要舍不得我们，就直说，又不会笑话你。没想到是你来报道啊！来来来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本来啊，我想等人齐了再宣布这件事情。既然你们都到了，庞然同志，立正。秦明，你也立正。鉴于我市法医中心在巨人关恶性杀人案件侦破当中的优异表现，经省厅领导批示，以我市法医中心为主体，合并周边3个县市级法医中心的工作，组成一个联合法医中心。当然了，人员和设备上都会有相应的扩充哦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有钱买新设备了。哎呀，这个经费方面嘛，那还是比较紧张的。但是省厅的领导给我透露了，有可能啊会淘汰一批旧设备来补充给我们。那也行。那他怎么回事啊？不跟你说了吗？人员会有扩充。早就说呀，可能要来一个高材生，没想到会是你呀。听说你还是主动申请的，看来我这个领导还是有个人魅力的呀。行了，那快坐下吧。说吧，为什么回来啊？人家刚报道，又问东问西的，没吃饭呢吧？来，见者有份，来吧。我吃过了，主任，谢谢。干嘛呀？别那么客气，都是自己人了。我来代表组织奖励你。我从来不吃蟹子。为什么不吃蟹子啊？你海鲜过敏吗？蟹子并不是蟹软，还包括蟹黄和蟹酱。蟹黄呢，其实就是母螃蟹的卵巢，还有消化腺。你看这个上面金色的小颗粒，其实就是母螃蟹的生殖器经过洗涤、晒干之后而形成的衍生品。我都这么说了，难道你不觉得难以下咽吗？不会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主任，哎，林涛，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，
你小子怎么也在？哎，算了，我先讲正事儿啊。这个叫黑森林的公众号真的太恶心了，把一个女孩的自杀写得乱七八糟。来给你们看。干嘛？给我看。这黑森林太蹭热度了，这阅读量都已经上万了，你看看。关键是啊，为什么我们来背锅？我们又不是没有拼命的查。李队啊，已经查清了这个女孩的身份。这个女孩叫刘丽丽，今年19岁。你刚才看的这则新闻已经上了咱们龙帆市的热搜第1名了，影响非常的恶劣。局里边领导都有指示了啊，让咱们重视起来。但是我真的很好奇，这刘丽丽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刘丽丽身上有伤，李队说呀，她极有可能受到过暴力侵害。这样，你们2个带着刘丽丽到医院做个司法鉴定。秦明，你休息2天吧。她不行，她是我的人。哎，等等，主任，他正式归队了？对啊。那愣着干啥呀？赶紧工作去！来，走。来，主任走了啊！哎，主任，我们上班了。走，来。走了啊！上班啊！来，正在给你安排住处啊，你在安人家先借住一阵儿。哎呦，不错，还给我剩了2块。哎呀，我这个老婆就给我做这么脏的东西。味道还不错。幸亏救治及时，没有对你的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医生也说过了，你再躺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。你家人来接你了吗？我没让他们来。他们知道你发生了什么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？我不清楚。因钝性外力作用至颈部双上肢软组织搓擦伤，面积为22平方厘米。丽丽，你这些已经构成轻微伤了，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弄的吗？自己摔的。那手腕上的割痕呢？小时候弄的。丽丽，你方不方便告诉我们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么极端的事情？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，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忙的，你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回局里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谢谢。自杀通常是比较私人化、隐蔽化的行为。可刘丽丽选择用直播自杀这样极端的形式来宣告天下，她仿佛是想要某些人或者某个人看到她的死，这带着某种警示或者报复感。她好像是在对屏幕后面的人说：“看吧，是你们害死了我。”没错，但你别忘了她身上的伤，她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。哎，如果啊，他父亲真的存在性侵行为，那这一切全说得通啊！又乱拍脑门说话。行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刘丽丽父亲刘斌的案宗：故意伤人罪，刑期7年，看来是致他人重伤了。刘斌3年前刑满释放，今年刘丽丽19岁，也就是说，刘丽丽10岁到16岁这个成长关键期，刘斌是缺席的。有一个坐过牢的父亲，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来说，确实会留下一些心理阴影。那如果这个女孩的生活再有不顺，或者是她父亲对她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的话，那她确实会走向极端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刘丽丽的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些伤？还有她为什么选择直播自杀？还有那个小马甲的地址，用户你有查到吗？信管部门正在查，预计明天就能锁定此人的真实身份。
哎呀，也不知道李队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。有。刘丽丽直播自杀，学校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学校领导找到我们，反映了一个情况：半年前，刘丽丽出了一件事情。刘丽丽向校医求救，她的阴道在大量的流血。从凌晨开始，2个小时，她就浸湿了7到8块卫生巾。她因为失血过多，她就出现了头晕、心悸等迹象。校医把刘丽丽送去医院，经医生查验，刘丽丽的阴道右侧壁有一块深0.5、长2厘米的撕裂。阴道撕裂，幸亏就医及时，做了手术，才控制住出血的情况。刘丽丽呢是希望校方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她的父母，校方也是觉得刘丽丽可能有所隐情，但最终校方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母亲陈平。阴道撕裂常见于性生活姿势不当或者用力过猛。校医也是这么说的。据校方了解，刘丽丽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谈恋爱，她的母亲也说刘丽丽没有男朋友，但只有刘丽丽一个人闭口不谈这件事情。而且她的情绪日渐低落，没有恋人却阴道撕裂，对此还闭口不谈，半年之后又直播自杀，她的种种行为确实很像遭受强暴后的受害者反应。还有更可疑的呢，陈平要求校方加大对他女儿的保护，阻止刘斌见到刘丽丽。他好像很担心刘斌接触到自己的女儿。妻子阻止丈夫接近女儿。我总感觉啊，这受父性侵越来越真了。校方也是这么怀疑的，所以才会联系我们嘛。先去刘丽丽家吧，校长呢已经把诊断书给我了。我但愿校方的猜测是错的。我也想去看看，这一家3口会怎么说。金法爷，这案子呢该查查，饭也该吃吃。今晚我给你做东，给你摆个接风宴啊。怪不得不吃欢送饭，原来是要吃接风宴。哎，这市里还要明明更好，干嘛非得留在我们镇上？下基层锻炼。这理由找的冠冕堂皇，倒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家乡风景秀丽。这里的风景确实是挺不错的，但我喜欢这儿是因为一个人。林涛，哎，把这车里的空调温度往下调一调，你看看把安然给热的脸都红了。好嘞。我在想案子，这个受父案啊，如果是真的，必须要马上行动。刘丽丽她很有可能再走上绝路，对吧？必须要查清楚。来了，谁呀？你们是刑警队林涛、刘斌队吧？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，需要您配合一下。找我啊？行，进来吧。来，请进。要不要给你们倒点水啊？不要了，您坐吧。刘丽丽现在正在医院休养，经过伤情鉴定，我们发现她身上有多处人为造成的轻微伤，所以我们判断她在出事前被人暴力对待过。哎呀，我确实是没控制好自己情绪，但是我是真不让她走，她非得自己走，你说这不找事儿吗？但她已经成年了，啊，您不觉得您的教育方式有些过激了吗？过激？现在哪个父母不是对自己孩子恨铁不成钢啊？这一切全怪他母亲陈平，孩子有今天就怪他。我应该守在家里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逃走。逃走？如果我不走，
我就会被他打死了。这些年孩子，你说跟他学了些什么？一点好都没学，一提他我就生气。不对，哎呦，哎呀！硝酸甘油，你有心脏病，老毛病了。你先平静一下，不着急，慢慢说。刘丽丽这个孩子吧，从小就非常聪明，我呢就觉得她是个苗子，就想把她送到清北大学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。等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啊，我就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孩子身上。拿到入学通知书那天，那是我最开心的一天。我要把它裱起来，挂在咱们家墙上，让所有到咱们家的人都看到我和你妈这几年没白努力。我们学校啊，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。您再帮我查最后一遍。对，刘丽丽，美丽的丽。你就是再让我查6遍，也确实没有刘丽丽这个学生。请你不要打扰我的工作了，您先请回吧。哎呀，结果到学校一看，谎话连篇，没一句真的。你说我这白天黑夜的开出租车攒钱，不就是为了她吗？全都是因为家里边有个败家的女人。一会儿丽丽回来，你有话跟她好好说，啊。这事儿你管不了，啊。你们怎么突然叫我回来？清北大学我去过了。你去那儿干嘛？我不是说了不要去打扰我学习吗？你还撒谎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有话还撒谎是不是？你不要动手！起来！清北大学就根本没有你这个人，你说怎么回事？我没考上清北大学，录取通知书是我伪造的，我怕你打我。那你高考中学考多少分？你现在问这个有什么用？你闭嘴！我数学考砸了，总分加起来只能上龙华市的职业技工学校。我这2年是在那读的书。丽丽啊，那个学校连个本科都不是吧？我知道，我都说了我考砸了，我不是故意，我知道错啊。我问你，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？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？别动手，我求你了！你起来！这个陈平啊，一点好事没帮，把孩子带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一个女人，赚钱养家，还带个孩子，我没什么本事，能把他好好养大已经很不容易。要不是柳冰坐牢，孩子也不会变成那样。外面那些闲言碎语，连我都受不了，孩子更是抬不起头来。好不容易等他出来了，他不但没有好好补偿我们母女，反而是对我们严加控制。他把对丽丽所有的失望都怪在我身上，没事就对我拳脚相加。真的，我要是不走，早晚会被他打死的。你走的时候，考虑过你女儿吗？如果我把丽丽带走，就算是天涯海角，他也会把我们追回来的。那样反而会害了丽丽。我是想他看不见我，或许就能平静下来。可谁知道他会做出那种事情。丽丽有男朋友吗？她敢？你是说那个搞摇滚那个是吗？大概半年前吧。丽丽学校的校医把她送到医院，医生诊断她是因为性生活不当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身体损伤。这些您知道吗？我就说吧，就不能跟这群玩，早晚要出事儿。2位警官，你们告诉我，是不是他们干的？
要是他们干的，我这辈子饶不了他们。这个报告我知道，我问过丽丽，但是她什么都不肯跟我说，所以我想，网上那些评论也不是乱说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离开刘冰，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半年前，就在丽丽看病前不久，我跟她说过很多次，女儿大了，要跟女儿保持距离。可是，她说，无论丽丽多大，都是她刘冰的女儿。再到后来，那天是丽丽发烧39度多，让她上医院，这孩子不去。我拿酒精给她擦后背，给她降温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她给她洗内裤，还闻来闻去。说我闻她内衣，那是那天我给她洗衣服，我发现上面有烟味儿，我怕跟不三不四人再混在一块学坏了。您女儿都多大了？您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？哎呀，那我就说一句你们2位不爱听的话了。一看你们就没当过父母，那孩子从小到大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啥没见过。他就80、90了，我不也是他爸吗？您再往后滑，看看那些评论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哦，那是有一次在车里，他穿了一个超短裙，我说这样不好，我指着腿说的，我怎么可能摸他腿去呢？一派胡言都是。后来丽丽爱上直播，她经常在网上分享她的兴趣爱好。我看过几次，她展现给外人的都是阳光灿烂的一面，从来不说家里的那些糟心事儿。可就算这样，刘冰还是没有放过她。你回来了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啊？啊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我看看。真没事儿。你看看。你们去给我接。我有点事儿，我先下了。整天不顾正业的东西。爸。啊？不是这样的。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不是这样的。干什么呢这是？你这都是什么？我就知道你考不上清北大学，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。不是。这都是什么啊？这都是什么？爸，我错了，爸，我错了，我不敢，我错了，我敢。我告诉你啊，没有我同意，你一辈子不能离开这个屋。有必要吗？这是我的家，我说的算，不愿待你可以滚。我早就受不了你了。我没求你啊，你现在就可以走啊，滚！这个家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所以您对这些指控，全都是否认的，对吗？我没啥可承认的呀。你这样，你问刘丽丽行吧？刘丽丽现在的情况不能问这么刺激的问题。2位警官，所以我把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了，说的都是实话，没了，就这些。行，谢谢您配合。他就是那样，什么都是别人的错，问多了就发表打人。对丽丽也是一样，他控制她，监视她，查她的手机、电脑，禁止她跟同龄人来往。他就是一心想占有丽丽。丽丽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，什么都不跟我说。我看孩子就是受欺负了，他不敢说。孩子引到死里，那是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？就
崔女士，我需要跟你确认一下，你亲眼看见过刘斌猥亵刘丽丽吗？他做出那种事情，怎么会当着我的面？自从我离开家，就更加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这是我烧好的炭盆，还有我的窗也是封好的，门也封上了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上门询问，回来上一个。关键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但刘斌的反驳没有一句站得住脚啊。但是当事人刘丽丽什么都没承认。他敢说吗？你瞧他那受伤的样子，一看就是被吓惯的。说实话呀，他没疯已经很不错了。亲人做出这种事情，谁受得了？但我并不认为刘斌猥亵过刘丽丽。是吗？陈平说的头头是道，但他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过刘斌猥亵刘丽丽。要想证实刘斌性侵过刘丽丽，我们需要实质性的证据。怎么着？刘斌在犯罪方面已经是老手了，肯定不会留下任何证据。再说了，性侵案一旦过了取证时间，再想搜寻证据，真的不容易。你怎么看？我认为刘丽丽直播自杀是一种无力的控诉，这种事情难以启齿，但足以击溃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。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少女的人生。这个案件，不管是从伦理上还是法理上，都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恶性案件。我们一定要查到底。欢迎秦明回来，走一个。走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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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哥，好。坐下吃吧。我坐下吃吧啊。吃什么？吃什么啊？好，来来来。嗯。去啊！今天晚上接风宴的主人公可是你，你一个人怎么躲在这里吃面啊？安排的人是你，吃的最多的也是你，笑得最大声的还是你。我呢，不过就是一个符号而已。这样的接风宴其实和追悼会没什么区别，我就是一个主题而已。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太不知好歹了？谢谢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？你觉得这里的生活怎么样啊？你觉得这里的人怎么样啊？哟，聊什么呢？不能听啊！你不是都听到了？在这干嘛呢你？剥橘子。你呢？刚刚说这里人怎么样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里的人怎么样的意思呢？就是，林涛怎么样啊？李队怎么样啊？我怎么样啊？算了，我不想知道。哎，干嘛呀？你没看到他是包给我的吗？我来了才包，什么叫包给你？林涛，你有病吧？就是包给我的。啊？
放心吧，舅舅，我已经到了，入职手续也已经办好了。嗯。斗门镇，我一定来过这里，我一定会把记忆找回来的。其实你想要的答案，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你。这是你们看到的答案，我想要找的是原本就在我脑子里属于我的答案。我想要问的问题，除了我自己，没人可以回答。秦明，你首先是一个法医，是要讲究证据为先，而不能被脑子里面那些胡乱的回忆影响，知道吗？有人给我寄了这个。删除键。我觉得这个删除键和我妈妈的死有很大的关系。答案呢，就在斗门镇。根据呢？直觉。直觉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副产品，不会100%正确，所以还是证据为先。我明白，但无论我的直觉是对是错，我都想去证明。他这个人吧，挺冷的，对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关心，冷淡却又不冷漠。他孤傲又拽的样子，往人群中一站就很特别。这是有感觉了呀？那我不知道，反正每一次我站在他旁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砰砰直跳，特别慌张。以后啊，你这种话别跟我说呢，我鸡皮疙瘩掉一地。要不这样，你去问问他，对你有没有感觉？我才不问他。问就问呗，这有什么的？追求真相本来就是我的工作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兄弟，兄，有事吗？呀，我有些话必须得告诉你。你能留在我们斗门镇，我是真的高兴。你是我兄弟，这话我可是说过的。但是呢，我又特别不高兴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以为我是 super star， 结果你是。我以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我，结果在关注你。我不服！我告诉你，我不服！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你，让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。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不信就不信，我自己信就行。最后，欢迎你，兄弟。够了，帅。谢谢。真帅。还好没冲动，要不然就尴尬了。师傅，外卖好了。师傅，外卖好了。谢谢。你甭不手是吧？有烦心事儿啊？啊，齐了没有？齐了啊！别介意啊，我这人就这样，自来熟。没事。
扫码关注我微博，回头吃饭我给你打8折。得嘞。哦，多少钱？20。打折了吗？打了。行，常来光顾啊，忙着啊。去哪儿啊？城郊护城河附近，我给您指路。哎呦，你那地儿有点远啊。我有点急事，拜托了，我给您加点钱。行吧，加钱走。到了。是这儿吗？哎，没给钱呢，哥们儿，没给钱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点钱，至于吗，哥们儿？这样。怎么样？问了没有？没问，我不知道问了以后要怎么办。那他要说是我的话怎么办？他要说不是我，我更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可真是急死我了！你就直接问呗，那是或不是？他说完你掉头就走，你让他好好琢磨一下。怎么了？我觉得有时候闺蜜之间的信任挺可怕的。为什么？我居然让你在这件事上帮我出主意。虽然我离过婚，但总比有些人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强吧？啊，九表姨，11表姐，干嘛？你今天黑眼圈有点重啊，怎么跟个熊猫似的？他失眠不可以吗？行，当然行。这失眠了肯定是有心事啊，跟我说说呗。说说嘛。怎么没叫我一起上班啊？我忘记了。你妈妈给你做的早餐，让我帮你带过来。谢谢。你今天匡州色素怎么这么重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看这边啊，哪那么多问题啊？我昨天晚上没睡好。脸还很红，呼吸急促，生病了？没有。哦，是我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发现刘斌的尸体。什么？刘斌死了？